大婚当日，未婚夫林怀瑾故意调换了花轿，他以为我会大闹，让他有借口退婚。我没闹，反而笑着上了错的那顶轿子。拜堂时，我看着一脸错愕的新郎官，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将错就错。第二天，林府传来消息，说林怀瑾在书房砸了一夜的东西，他的心上人哭着来找我，求你退婚吧，他爱的是我。我淡淡一笑。可惜我现在是正经拜过堂的王府世子妃了。大婚之日，天光大亮，外面是喧天的锣鼓，喜庆的唢呐穿透墙壁，震得人心发慌。我的贴身丫鬟小环脸比窗户纸还白，嘴唇哆嗦着，话都说不利索。小姐，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林家竟然这样羞辱我们！我端坐在梳妆台前，一身凤冠霞帔，重的几乎要将我的脖梗压断。铜镜里映出的那张脸，妆容精致，眉眼沉静，没有一丝波澜。我没看小环，只是淡淡的问：怎么了？小环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花轿被换了。林家派来的喜婆说，是林公子特意安排的，说您就配坐那顶小轿。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院子里停着2顶花轿，一顶是我沈家准备的8抬大轿，轿身雕着百鸟朝凤，流苏华美，极尽铺张，彰显着我沈家冠绝京城的财力；而另一顶则孤零零地停在角落，轿身简陋，颜色暗沉，像是哪个小户人家娶妾用的。林怀瑾，我的未婚夫，京城有名的才子，尚书府的公子，清高自许，风度翩翩，他最瞧不上的就是我这一身的铜锈气。这门亲事是他尚书府求的是我沈家的万贯家财，来填他家早已亏空的架子。可他本人却视我为污泥，是这门亲事为奇耻大辱。他有他的心上人，同为书香门第的表妹白薇薇，一个若柳扶风、能诗会画的女子。为了他，林怀瑾不惜在大婚之日用这种方式来逼我。他笃定了我生性骄纵，受此大辱必会当场发作，大闹一场。到那时，他便有了由头，可以指责我沈家不知礼数，顺势退婚，既全了他的名声，又成全了他和心上人的爱情，真是好算计。小姐，我们不嫁了。小环还在哭哭啼啼，我这就去告诉老爷，让他上尚书府讨个说法。不必了。我开口，声音平静的像一汪深潭。我站起身，繁复的裙摆拖曳在地，发出细微的声响。我没有走向那顶属于我的华丽的花轿，也没有走向那顶充满羞辱意味的小轿。我的目光落在了院门外那支更加气派的迎亲队伍上。那支队伍盔甲鲜明，气势森然，完全不似寻常官家。为首的16台金顶凤鸾轿，轿身是上好的紫檀木，四角悬挂着明珠，轿帘上用金线绣着一只浴火的凤凰，栩栩如生。轿子的正前方悬挂着一枚黑底金字的令牌，那上面龙飞凤舞的字，我认的是一个敬字。满京城只有一个敬字敢用这样的规制。靖王府，当今圣上的亲弟弟，手握重兵，镇守一方的靖王。而这顶花轿的主人便是靖王府的唯一继承人，那位传说中冷面冷心、杀伐果决、能令小儿止啼的世子爷萧决。我忽然就笑了。林怀瑾的计划不可谓不毒，他故意将我与白薇薇的花轿调换，他迎娶他的心上人进门，而我则要被送到靖王府的花轿里。人人都知靖王世子今日同样大婚，迎娶的是圣上亲赐的太傅之女，我一个商贾之女，若是上了靖王府的轿子，被发现之后，下场只有一个欺君之罪。届时不仅是我，整个沈家都将万劫不复。到那时，他林怀瑾再站出来，大可以说是我沈家利欲熏心，偷梁换柱，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好一招借刀杀人。小环也注意到了那顶过分华丽的轿子，小姐吓得脸都白了。那是靖王府的林公子，他疯了吗？他这是要我们沈家的命啊！我看着那顶金顶凤鸾轿，嘴角的笑意却越来越深。退路，从林怀瑾做出这等算计的时候起，我就没有退路了。闹是死路一条，不闹被送上这顶轿子同样是死路一条。既然横竖都是死，那我为什么不选一条看起来最风光的路走呢？我抬起手扶了扶头顶沉重的凤冠，金步摇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小环，小姐，我转过头看着他，一字一句清晰无比。扶我上轿。我的手指稳稳地指向了院外那顶属于靖王府的金顶凤鸾轿。小环以为我疯了，她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小姐，你说什么？我说扶我上轿。我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那些林家派来的喜婆和下人，原本脸上都带着看好戏的嘲讽，此刻他们的表情僵住了，像是被扼住了喉咙的鸡。他们预想过我会哭，会闹，会砸东西，会寻死觅活，唯独没想过我会如此平静地走向那条真正的绝路。小环还在发抖，她拉着我的袖子，带着哭腔：小姐，不可，那是欺君之罪，要诛九族的。我轻轻拨开她的手。小环，你记住，从今天起，我沈月与林怀瑾再无半点瓜葛，尚书府的门，我一步都不会踏进去。轻笑一声，目光扫过那些呆若木鸡的林家人。至于欺君之罪，这顶轿子是林家为我备的，这支迎亲队伍是林家引来的。真要论罪，也是他尚书府策划周详，居心叵测。我一个待嫁的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一番话说的在场众人面面相觑。是啊，新娘子坐在闺房，外面的一切安排都是夫家说了算，真追究起来，谁的责任更大？一目了然。我不再理会他们，径直走向院门。靖王府的迎亲队伍训练有素，见我出来，领头的管事上前一步，声音沉稳：吉时已到，请世子妃上轿。他们显然也没认出我，或许在他们看来，新娘子都盖着盖头，穿着一样的喜服，并无分别。更何况，谁敢想象尚书府的公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把主意打到靖王府的婚事上来？我心中一片冰冷。林怀瑾，你千算万算，算漏了一点。你算准了我爱你之深，会为了你颜面尽失，会为了你伤心欲绝。可你不知道，我的心早就在你一次次的轻视和算计中冷了、硬了。我提起裙摆，在小环和喜婆的搀扶下，一步一步走上了那16人抬的金顶凤鸾轿。轿帘落下，隔绝了外面所有的视线。外面传来管事的一声高喝：起轿！轿身被平稳地抬起，几乎感觉不到一丝晃动。我端坐在轿中，能听到外面整齐划一的脚步声、盔甲的摩擦声，还有百姓的惊叹声。这是真正的王侯规制，是尚书府拍马也赶不上的尊荣。我闭上眼，脑海里最后一次闪过林怀瑾的脸，那张我曾经痴迷过的清俊儒雅的脸。从此以后，这张脸于我而言，只代表着愚蠢和可笑。轿子行了很久，久到我的心已经彻底平静下来。终于，轿身一沉，稳稳落地，外面的喧闹声再次鼎沸起来。新娘到！轿帘被从外面掀开，一只骨节分明、修长有力的手伸了进来。我将手搭了上去，那只手很冷，像是上好的寒玉，没有一丝温度。我被它牵引着走下花轿，脚踩在柔软的红毯上，隔着厚重的红盖头，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感觉到身侧的男人身形极其高大，带着一股破人的气场，像是出鞘的利剑，锋芒毕露。拜堂的过程很顺利，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当我与他相对而拜，深深弯下腰时，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那道锐利的目光，仿佛能穿透盖头，将我看得一清二楚。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将错就错。既然已经拜了堂，我沈月从此刻起便是靖王府名正言顺的世子妃，是生是死，是福是祸，我一并担了，总好过在他林怀瑾的算计里当一个被牺牲的棋子。礼成，送入洞房。随着礼官的一声高唱，我心中最后一块石头也落了地。洞房里红烛高燃，安静的能听见灯花炸开的轻微声响。我端坐在床沿，双手交叠放在膝上，脊背挺得笔直。不知过了多久，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阵沉稳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了我的面前。我能感觉到那道审视的目光再次落在了我的身上。房间里的空气似乎都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稀薄起来。我没有动，也没有说话，静静地等待着审判的降临。一只带着薄茧的手挑起了我的红盖头，眼前的光线豁然开朗。我抬起眼，第一次看清了我这位新任的夫君。他比我想象的还要英俊，剑眉入鬓，凤目狭长，鼻梁高挺，薄唇紧抿，一张脸如同冰雕雪素，俊美的毫无瑕疵，却也冷得没有一丝人气。他的眼中没有半分新婚的喜悦，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寒潭。这就是萧决，传闻中那个在北京战场上能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胡阎王。他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错愕。显然他并不认识我，他原本要娶的是太傅府那位以才情闻名京城的嫡女，而不是我这个浑身都透着铜锈气的商贾之女。你是谁？他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冷冽如冰，不带任何情绪。我迎着他的目光，没有丝毫躲闪，平静地开口：沈月，沈家的女儿。萧决的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显然他知道沈家，也知道我原本应该嫁给谁。他替我说了出来：林怀瑾的未婚妻。曾经是。我纠正道：就在1个时辰前，我与世子爷您拜了堂，现在我是您的妻子，靖王府的世子妃。我的坦然似乎让他有些意外，他那双锐利的眼睛仿佛要将我整个人看穿。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很清楚。我没有丝毫隐瞒，将林怀瑾调换花轿，借刀杀人，意图让我和沈家万劫不复的整个计谋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我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没有哭诉，没有抱怨，也没有添油加醋。因为我知道，在萧决这样的人面前，任何情绪化的表演都是多余的。他要的只有忠诚。我说完后，房间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萧决一直看着我，眼神晦暗不明，像是在评估一件货物的价值。许久，他才缓缓开口：你的胆子很大。这不是一句夸赞，更像是一句冷冰冰的陈述。被逼上绝路，我答道：总要寻一条生路。他又沉默了片刻，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既然已经拜了堂，从今日起，你就是靖王府的世子妃。演好你的角色，守好王府的规矩，靖王府自会保你周全。至于林家，他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带着几分残酷的弧度。敢算计到本世子头上，就要有承受代价的准备。
备。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我赌对了，对于萧绝而言，新娘是谁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靖王府的颜面不容挑衅。林怀瑾的愚蠢行为已经彻底触怒了这位喜怒不形于色的活阎王。我们之间达成了一种无声的默契，一场基于利益交换的婚姻。他需要一个安分的世子妃来堵住悠悠众口，维持王府的体面；我需要一个强大的庇护所来躲避林怀瑾的毒计和滔天的风浪。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名王府的侍卫在门外单膝跪地，声音急切：“启禀世子爷，宫里和尚书府都来人了。尚书府的人说他们家的新娘子丢了，怀疑是上了我们的花轿。”侍卫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慌乱，而另一条消息则更具冲击力。外面还传来消息，说尚书府的林公子在自己府里砸了一夜的东西，逢人就说他的新娘子被抢了，人已经快疯了。我听着侍卫的禀报，心中没有丝毫波澜。林怀瑾会崩溃，早在我的意料之中。他那样自负的人，精心设计的局，却成了为我做嫁衣的笑话。他设想了我千万种狼狈的模样，唯独没有算到我会踩着他的算计一步登天。他疯了才是最正常的结果。我抬眼看向萧绝，红烛的光影跳跃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映的那双深邃的眼眸愈发幽暗。他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仿佛外界的惊涛骇浪于他而言不过是池塘里的一丝涟漪。知道了。他只淡淡的回了3个字，然后他转向我，声音依旧清冷：“更衣，该去见客了。”我点点头，顺从地站起身。自有侍女鱼贯而入，为我换下繁复的喜服，梳理好妆容。整个过程，萧绝就站在一旁，安静地看着。他的目光极具穿透力，让我感觉自己像一件被审视的兵器。他要看清我的每一寸锋芒，每一个缺口。等我收拾妥当，他才迈开长腿向外走去。跟上。我提起裙摆，紧随其后。穿过重重回廊，我们来到了靖王府的正厅。厅内灯火通明，气氛却凝重的几乎要滴出水来。主位上坐着一个面容严肃的中年男人，身穿亲王蟒袍，不怒自威，想必就是当今圣上的亲弟弟靖王。靖王的身侧站着一个面白无须、眼神精明的内侍，应该是宫里来的公公，而下方则跪着一个瑟瑟发抖的官员，正是尚书府的主人林怀瑾的父亲林尚书。林尚书一见到我们进来，立刻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连滚带爬地扑过来。世子爷，世子妃！他的声音带着哭腔，老泪纵横。这都是误会啊！是下人办事不力，弄错了花轿，才酿成如此大错。小儿怀瑾，他也是一时糊涂，绝无冒犯王府、欺瞒圣上的意思啊！他一边说，一边给我使眼色，眼神里充满了威胁和恳求。他希望我能配合他，将这一切都定义为一场误会。我垂下眼眸，一言不发，将自己藏在萧绝的身后，扮演一个受惊吓的、不知所措的新嫁娘。萧绝看都没看脚下的林尚书，径直走到靖王面前，躬身行礼。父亲。靖王抬了抬眼皮，目光如电，先是扫过萧绝，然后落在了我的身上，那目光沉甸甸的，带着审视和威压。我扶了扶身子，儿媳沈月低着头拜见父王，姿态谦卑。靖王没有立刻叫我起身，过了许久，大厅里的空气更加压抑了，才听见他那沉稳的声音响起：“罢了，起来吧。”是。我一人起身，依旧垂手立于萧绝身侧。宫里来的李公公这才上前一步，捏着嗓子开口：“世子爷，世子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圣上听闻今日的婚日出了岔子，特遣咱家来问问。太傅府的千金还在府中等着，而尚书府的林公子说是新娘被王府的轿子接走了。”李公公的话说得很巧妙，既传达了宫里的意思，又没有直接定罪。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萧绝身上。只见萧绝缓缓转身，居高临下的看着还在地上跪着的林尚书，他的声音不大，却像寒冬的冰凌，一字一句都敲在人的心上。林尚书，你的意思是，我靖王府连自家的世子妃都会认错？林尚书浑身一颤，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不，下官不敢，下官不是这个意思。萧绝冷笑一声：“那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靖王府的迎亲队伍会听从你尚书府的调遣，随意更换迎亲路线和人选，还是说你尚书府有天大的胆子，敢将我靖王府的婚事当成一场可以随意调换的儿戏？”句句诛心，每一句话都将尚书府定在了罪人的位置上。林尚书面如死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萧绝不再理他，转而对着李公公一拱手，态度却是不卑不亢。有劳公公回禀圣上，今日我萧绝所迎娶的，便是沈家的嫡女沈月。3书6礼，8抬大轿，拜过天地高堂，她已是我萧绝明媒正娶的妻，靖王府的世子妃。至于尚书府和太傅府的婚事出了什么纰漏，那是我靖王府管不到的家务事，但我靖王府的颜面不容任何人践踏。此事我靖王府
会亲自向尚书府讨一个说法。他的话掷地有声，直接为整件事定了性。这不是误会，这是尚书府的挑衅。我沈月就是他萧决认定的世子妃。李公公是个聪明人，立刻就明白了靖王府的态度。他堆起满脸的笑，原来如此，是咱家糊涂了。既然世子爷与世子妃已礼成，那便是天大的喜事。咱家这就回去复命，也好了了圣上的一桩心事。说完，他便告辞，逃也似的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靖王从主位上站了起来，深深的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难明。他走到萧决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自己的事，自己处理干净。说完便拂袖而去。偌大的正厅只剩下我们和瘫软如泥的林尚书。萧决走到我的身边，第一次主动牵起了我的手，他的手依旧冰冷，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他对我说：走吧，我的世子妃该回去歇歇。他甚至没有再看林尚书一眼，仿佛那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蝼蚁。我被他牵着走出了正厅。我知道从今夜起，京城的格局要变天了，而我沈月不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商贾之女，我是风暴的中心。回到洞房，侍女们早已识趣的退下，房间里重新恢复了安静，红烛静静燃烧，将我与萧决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松开了我的手，自顾自地走到桌边，倒了2杯合卺酒。他将其中一杯递给我，我默默地接过。今夜之事，多谢世子。我率先打破了沉默，这一声感谢是真心的。若没有他刚才的雷霆手段，光凭我一人，绝无可能如此轻易地摆平宫里和尚书府的发难。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眼神落在我身上，带着几分探究。不必谢我，我不是在帮你。他说得很直白，我是在维护靖王府的颜面，将我们之间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摆在了明面上。我反而松了口气，和聪明人打交道，最怕的就是虚与委蛇，不清不楚。既然是利益交换，那便好办了。我明白，我也饮进杯中酒，辛辣的液体划过喉咙，带来一阵灼热。世子需要一个身份上没有瑕疵，能堵住悠悠众口的世子妃，而我需要靖王府的庇护，保全我和我身后的沈家。从我们拜堂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的坦诚似乎让萧决那冰封的眼眸里泛起了一丝涟漪。他第一次正眼看我，不再是审视，而是带着一种平等的打量。你很聪明，比我想象中要聪明得多。这算是一句夸奖了。我放下酒杯，看着他。光有聪明是不够的，世子，我能为您，为靖王府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世子妃身份。萧决挑了挑眉，示意我继续说下去。林怀瑾瞧不上我，是因为我出身商贾，满身铜臭。可他不知道，这满身的铜臭，有时候比他那些知乎者也的圣贤文章要有用得多。沈家是皇商，生意遍布大江南北，我们有自己的船队、自己的商路，还有一张覆盖全国的情报网。朝堂上的风吹草动，或许瞒得过官员的耳目，却瞒不过我们这些商人的眼睛。哪里丰收，哪里大旱，哪里民怨沸腾，哪里有官员中饱私囊，我们往往是第一批知道消息的人。这些或许对世子、对靖王爷会有用处。我将自己的价值毫不保留地摊开在他的面前，我要让他知道，我沈月不是一个需要他庇护的菟丝花，我是一个可以与他并肩而立的盟友。房间里再次陷入了沉默，萧决看着我，目光深沉如海，仿佛要将我的灵魂都吸进去。许久，他忽然低低地笑了一声，那笑声很轻，就像一块石头投入了平静的湖面。他那张万年冰封的脸上竟有了一丝松动的痕迹。沈月，你果然很有趣。他走到我面前，伸出手，从怀中取出一枚通体漆黑、刻着一只麒麟的令牌，放在我的手心。这是我的司令，持此令，王府内除了父王的禁地，你哪里都可以去。府中的侍卫、暗卫也都听你调遣。从今天起，你就是这靖王府名副其实的女主人。我握紧了手中冰冷的令牌，我知道这是他的投名状，他接受了我这个盟友。他的声音再次冷了下来，带着彻骨的寒意。至于林家，他们既然敢把主意打到我头上，就要做好家破人亡的准备。尚书府的那些安撒事，我会让人一件一件的翻出来。而你沈家，从此以后不必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有靖王府为你撑腰。你早些休息吧，明日起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他说完便转身走向内室，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屏风后，心中最后一点不安也彻底消散了。我赌赢了，我不但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强大的靠山，还为沈家找到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未来。至于林怀瑾，我几乎已经想不起他的样子了，一个亲手将我推开，又亲手将天大的富贵送到我面前的蠢货，不值得我再浪费一丝一毫的心神。我吹熄了红烛，在黑暗中我笑了，新的人生开始了。第二日，我错嫁进王府，林怀瑾大闹婚宴气到发疯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般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象，整个京城都沸腾了，所有人都在议论这场堪称100年来最离奇也最大胆的联姻。尚书府彻底沦为了笑柄，而我沈月这个原本在京城贵女圈里名声不显的商贾之女，一夜之间成了风口浪尖的人物。有说我不知廉耻、攀龙附凤的，有说我心机深沉、手段了得的，但更多的是羡慕，是嫉妒。毕竟我嫁的是靖王世子，是那个传闻中权势滔天却冷面冷心、从不近女色的萧绝。我成了无数京城贵女求而不得的梦。对于外界的流言蜚语，我一概不理。我在萧绝给我的那间雅致的院卧里，安稳地用了早膳。靖王府的下人对我毕恭毕敬，态度里甚至带着几分畏惧。世子妃的身份加上世子爷的梅麒麟司令，让我这个新主人的地位在一夜之间就稳固了下来。我正准备去给靖王请安，管家就匆匆来报：启禀世子妃，府外尚书府的白小姐求见。我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白薇薇，林怀瑾的心上人，那个本该坐上尚书府主母之位的女子，她来做什么？来质问我，还是来求我？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让她进来吧，带到前厅。我倒要看看这位弱柳扶风的才女要跟我说些什么。我换了一身素雅却不失华贵的衣裙，施施然地来到前厅。白薇薇正站在厅中，背对着我。她穿着一身白衣，身形单薄，看起来楚楚可怜，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听到脚步声，她转过身来，一张梨花带雨的脸上写满了委屈和控诉。她一见到我，眼泪就断了线似的往下掉。沈姐姐，她快步走到我面前，竟是要拉我的手。我不动声色地退后半步，避开了她的触碰。她的手僵在了半空中，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和难堪。白小姐，如今你我身份有别，这声姐姐我可当不起。我坐到主位上，淡淡的开口。我的冷淡和疏离让白薇薇的脸色更加苍白，她咬着嘴唇，渲然欲泣。世子妃，我知道我今日不该来打扰您，可是怀瑾他快要疯了。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吃不喝，砸了一夜的东西，谁劝也不听。他说他不能没有你。听到最后一句，我差点笑出声来。不能没有我，真是天大的笑话。那个在大婚之日恨不得我立刻去死的人，现在说不能没有我。哦，我端起侍女奉上的茶，轻轻吹了吹。他疯了，与我何干？白小姐，你是不是找错人了？他的新娘不是你吗？我的话像一把刀子，狠狠地扎进了白薇薇的心里。她的脸色瞬间血色尽退。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她急切地辩解。怀瑾他一时糊涂，他只是想给你一个教训，他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他爱的人是我，他想娶的人一直都是我。世子妃，我求求你了。她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泪眼婆娑地看着我。求你退婚吧，求你把怀瑾还给我。只要你愿意退婚，我们尚书府愿意给您任何补偿，金银珠宝、田产地契，只要您开口。看着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白薇薇，我心中没有一丝波澜，甚至觉得有些可笑。她和林怀瑾真不愧是天生一对，一样的天真，一样的自私。他们以为这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他们的爱情和金钱来衡量，他们以为婚姻是一场可以随时反悔的交易。我轻轻放下茶杯，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那声音让白薇薇的哭声戛然而止。我站起身，走到她的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她。白小姐，你好像搞错了几件事。第一，林怀瑾不是一件可以被还来还去的物品，他是我的未婚夫，是你介入了我们之间。第二，他所谓的教训，是要用我整个沈家的性命做赌注。你觉得这样的爱情，我稀罕吗？我微微俯身，凑到他的耳边。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与靖王世子的婚事是拜过天地，入了皇家玉蝶的。你让我退婚，是想让我，还是想让整个靖王府背上一个欺君罔上的罪名？白薇薇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她惊恐地抬起头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魔鬼。我直起身子，脸上重新挂上了淡淡的笑容。所以，白小姐，收起你那不值钱的眼泪和所谓的爱情吧。可惜，我现在是正经拜过堂的王府世子妃了。你与其在这里求我，不如回去好好想想，怎么让你那位情郎去向靖王府，向整个天下解释一下这场荒唐的闹剧。说完，我不再看他一眼，转身离去。来人，送客。白薇薇是被王府的侍卫请出去的，她失魂落魄，脚步踉跄，再没有来时那副兴师问罪的姿态。我知道，从她跪下的那一刻起，她和林怀瑾所谓坚不可摧的爱情就已经彻底败给了现实。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拯救的人，又如何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救赎？这出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而我的好戏才刚刚开场。管家再次来报说靖王爷在前厅等我。我整理了一下衣冠，心中一片平静。该来的总会来。靖王，萧绝的父亲，这座王府真正的主人，我名义上的公公，他对我这个意外的儿媳妇究竟是何态度，将直接决定我未来的处境。我走进正厅，靖王正坐在主位上喝茶，他没有穿王袍，只是一身寻常的锦衣，但那股久居上位的威严却丝毫未减。儿媳拜见父王。我恭敬的行礼，他放下茶杯，声音听不出喜怒。坐吧。
我一言在他下手的椅子上坐下，只坐了半个椅面，身子端正。听萧诀说，你是个聪明的姑娘。靖王开门见山，儿媳不敢当。我谦逊地回答。不敢当。一双锐利的眼睛紧紧盯着我。靖王冷哼一声，敢在大婚之日偷天换日，直接踏入我靖王府的大门，这份胆识，满京城的女子也找不出第二。他的话语带着审视，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欣赏。我心中微动，却没有表现出来。回父王，儿媳当时已无退路，与其坐以待毙，任人宰割，不如奋力一搏，向死而生。我的坦然似乎让靖王有些意外，他沉默了片刻，端起茶杯，轻轻抹挲着杯沿。沈家是皇商，生意做得很大。是，托赖圣上恩典。近来京城粮价波动不小。他忽然换了一个话题。户部递上来的折子都是些陈词滥调，说不出个所以然。靖王看着我，眼神仿佛能洞穿人心。你来说说，这是为何？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考验我是否真如萧诀所说，拥有超越寻常女子的价值。我没有丝毫慌乱，脑中迅速整理着沈家商行传来的各种信息。回父王，京城粮价波动，表面上看是因开春后青黄不接，往年存粮消耗所致，但实际上有3大深层原因。其一，去年江南水患，虽朝廷及时赈灾，但秋收减产是既定事实，流入京城的漕粮比往年少了30%，此为天灾。其二，有几家粮商囤积居奇，恶意抬高粮价，意图谋取暴利，此为人祸。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我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下，有人在暗中操作，利用粮价搅动京城局势。靖王的眼中终于露出了一丝真正感兴趣的神色，继续说。这个人胃口很大，他不仅想赚钱，更想通过操控民生根本来达成某些政治目的。我沈家查到，那几家囤粮的商行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影子。我抬起头直视着靖王，指向了户部侍郎张大人，而张大人是太子太师的得意门生。话音落下，整个正厅安静的落针可闻。靖王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但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里却掀起了滔天巨浪。他知道我说的这些绝不是一个普通商贾之女能够触及的层面，这是沈家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才探查到的核心机密。我将它作为我的投名状，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靖王府。许久，靖王才缓缓地吐出一口气。他站起身，走到我的面前。好，他只说了一个字：从今天起，你就是我靖王府的世子妃。管家，将王府钟馗的钥匙和账本交给世子妃。是，王爷。管家躬身应道。我深深地服了一礼，谢父王。我知道这一关我过了，我不仅得到了他的认可，更用我的价值赢得了他的尊重。从这一刻起，我沈月才算真正在这靖王府站稳了脚跟。尚书府的灭顶之灾来得比我想象中更快，也更猛烈。就在我接管靖王府钟馗的第2天，早朝之上，一本由御史台递交的奏折引爆了整个朝堂。奏折上详细罗列了尚书林敬业贪赃枉法、结党营私、草菅人命等数十条大罪，每一条都有确凿的证据，人证物证俱全，让他连辩驳的机会都没有。龙椅上的皇帝陛下雷霆震怒，当场下令革去林敬业所有官职，打入天牢，听候发落。尚书府被禁军查抄，一箱箱的金银珠宝、名贵字画、田产地契从尚书府的密室里被抬了出来，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芒。这些财富足以让一个普通人家富贵百代，但如今他们都成了林敬业的催命符。消息传出，整个京城为之震动。谁也想不到，昨日还风光无限的尚书大人，今日就成了阶下之囚。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林敬业的倒台，一张盘根错节的利益大网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凡是与尚书府有牵连的官员，人人自危。不过短短3日，朝中便有10几位官员被牵连下马，一场由靖王府暗中推动的官场大清洗就此拉开序幕。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林怀瑾，此刻却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忘了一样。他没有被抓，也没有被审问，因为一个疯子没有任何价值。我是在回沈家省亲的时候再次听到他的消息的。我的父亲如今见到我，脸上是掩饰不住的骄傲和欣慰。月儿，你做得对，爹以前总想着给你找个好人家，安安稳稳过一辈子，是爹目光短浅了。你天生就该是翱翔9天的凤凰，那小小的尚书府根本困不住你。我为父亲斟上一杯茶。爹，女儿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若非林怀瑾欺人太甚，女儿也不会走到这一步。父亲叹了口气，说起林家那个小子，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听说尚书府被抄家之后，他和他那位表妹白薇薇被赶了出来，流落街头。林怀瑾彻底疯了，见人就抓着喊你的名字，说你负心，说你背叛了他。而那个白薇薇没了尚书府小姐的身份，又做不惯粗活，据说已经自甘堕落，进了
进了教坊司。教坊司那是官家为罪臣女眷准备的地方，说白了就是官妓。一个曾经清高自诩、能诗会画的才女，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我心中没有半分同情，路是他们自己选的。当他们为了所谓的爱情将我推入深渊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因果报应，屡试不爽。还有一件事，父亲压低了声音，前几日林怀瑾不知怎么跑到了咱们神府门口，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磕头。他说他错了，求我让你原谅他，再给他一次机会。父亲的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嫌恶。这种白眼狼，我们沈家高攀不起。我点了点头，心中一片平静。林怀瑾的崩溃、忏悔，于我而言已经激不起任何波澜。一个已经从我生命中彻底剔除的人，他的任何挣扎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和可笑。我更关心的是另一件事。爹，我们之前囤的那批粮食可以开始放了，价格就按市价的80%走，敞开供应，务必让京中百姓都能买得起粮。另外，将我们查到的那几家恶意囤粮的商号名单匿名递交给京兆府尹。父亲的眼睛一亮，我明白了，这是靖王爷的意思。我微微一笑，这是我的意思，也是靖王府的意思。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扳倒一个尚书府，更是要借此机会重塑京城的商业格局，为靖王府也为我们沈家赢得民心。这是一盘大棋，而我有幸成为执旗人之一，这感觉远比困于后宅与人争风吃醋要来得痛快得多。夜深了，靖王府的书房里依旧灯火通明，我正在烛光下仔细核对着沈家商行送来的最新账目和情报。扳倒尚书府只是第一步，由尚书府贪腐案牵扯出来的户部侍郎才是真正的大鱼，而这条大鱼背后站着的是当朝太子。靖王虽然手握重兵，胜券正浓，但一直为人低调，不参与党争。可如今太子一派将手伸得太长，甚至想通过操控粮价来动摇国本，这就触碰到了靖王的底线。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一步都必须走得小心翼翼。书房的门被轻轻推开，萧决一身玄衣，带着一身的寒气从外面走了进来。他刚刚从宫里回来，眉宇间带着一丝疲惫。还在忙？他走到我身边，声音比往日里多了一丝温度。刚收到江南分行传来的消息。我将一份密信递给他。太子在江南私设盐场，谋取暴利，证据已经基本确凿了。萧决接过信，快速地浏览了一遍，他那双深邃的眼眸里闪过一丝冷冽的寒光。做得很好。他放下信，目光落在了我的脸上。烛光下，我的侧脸被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他看得有些出神。自从成婚以来，我们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但大多数时候都是相敬如宾。我们是盟友，是合作伙伴。他欣赏我的才智，我倚仗他的权势。我们之间似乎唯独缺少了夫妻间该有的温情。可不知从何时起，这种纯粹的合作关系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个冷冰冰的火眼王，他会在我忙到深夜时给我披上一件外衣。他会记得我不喜欢吃姜，让厨房特意避开。他甚至会像现在这样，用一种专注的带着探究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我。房间里的气氛变得有些不一样了，我有些不自在地别开脸。世子，还有别的事吗？我的心跳没来由地快了几分。他似乎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轻咳了一声，收回了目光。没事，只是想告诉你，宫里已经有定论，林敬业斩立决，林氏一族流放3000里。至于尚书府空出来的位置，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父王举荐了王御史，圣上已经准了。王御史是朝中有名的清流，为人刚正不阿，最重要是他与太子一派素来不和，这一步棋走得漂亮，既安插了自己的人，又给太子添了堵。恭喜世子，恭喜王爷。我由衷地说道。这其中有你一半的功劳。萧决看着我，眼神真诚。若没有你提供的那些情报，我们不可能这么快就找到突破口。沈月，你比我见过的任何女子都要出色。这句突如其来的夸赞让我愣住了，我的脸颊微微有些发烫。就在这时，他的手忽然附上我的手背，他的手掌依旧带着一丝凉意，却不像初见时那般冰冷刺骨。那温度通过皮肤的接触，一点点地传递过来，让我的心也跟着颤动了一下。天色不早了，早些休息吧。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在安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我轻轻应了一声，想要抽回自己的手，他却没有松开，反而握得更紧了一些。他拉着我站起身，一起走出了书房。月光如水洒在庭院里，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低着头看着交握在一起的两只手，心中忽然有了一个荒唐的念头，或许将错就错，嫁给他是我这一生中做过的
最正确的决定。我们之间那点微妙的气氛，很快就被一道来自宫中的旨意打破了。太后召见，旨意来得突然，却又在情理之中。我这个搅乱了京城一池春水的新任世子妃，若是不被宫里那位最尊贵的女人过过眼，才是不正常的。前来传旨的是太后身边的长侍姑姑李姑姑，她年约40旬，面容严肃，眼神里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审视。宣读完旨意，她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不着痕迹地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世子妃，请尽快准备吧，太后的奉驾可不等人。他的语气里听不出恭敬，只有公事公办的冷漠。我心中了然，这是下马威。宫里的人最擅长见风使舵，我一个商贾之女，即便嫁入了靖王府，在这些看惯了皇权更迭的老人精眼里，根基依旧不稳。我没有动怒，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有劳李姑姑亲自跑一趟。小环，取我为姑姑备下的那份薄礼来。小环很快捧来一个精致的锦盒，我亲手递到李姑姑面前。一点小小心意，不成敬意，还望姑姑莫要嫌弃。李姑姑的眼皮抬了抬，却没有伸手去接。世子妃客气了，奴婢只是奉命行事，不敢收您的礼。拒绝的干脆利落，我也不勉强，顺势将锦盒递给小环。既如此，我也不为难姑姑了，还请姑姑稍等片刻，容我更衣。我的不卑不亢似乎让李姑姑有些意外，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才点了点头。等我换好一身合乎规制的诰命服，萧决已经等在了院外。他一身墨色锦袍，身姿挺拔如松，见我出来便迎了上来。别怕，他握住我的手，低声说道：太后那边有我。他的手掌宽大而温暖，给了我一种安定的力量。我对他笑了笑。我知道，不过这是女眷之间的战场，世子爷您还是在外面等着我的好消息吧。他看着我眼中自信的光芒，也忍不住笑了。好，我在宫门外等你。马车辘辘驶向那座金碧辉煌的牢笼，我闭上眼，在脑海里将所有关于太后的信息都过了一遍。当今太后并非圣上生母，出身于前朝的世家大族，最是看重规矩和门第。她与靖王府的关系素来不远不近，算不上亲厚，也谈不上敌对，但她所代表的是京城里那群最顶尖的世家贵族。那些人看不起我这样的商贾之女。今日的召见，名为请安，实为敲打，是那些在尚书府一案中利益受损的世家通过太后对我、对靖王府的一次试探和警告。马车在宫门前停下，我扶着小环的手走下马车。萧决果然等在那里，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为我理了理有些凌乱的披风。去吧。我点点头，跟着引路的太监踏入了这深宫内院。太后的慈宁宫庄严肃穆，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龙涎香。我一踏入正殿，就感觉到数道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我的身上。殿内坐着好几位衣着华丽的贵妇人，想必都是京中有头有脸的诰命。而被众人簇拥在主位上的，便是一位凤仪天成、神情淡漠的老妇人，她便是当朝太后。臣妇沈月参见太后娘娘。太后娘娘万福金安。我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大礼，姿态无可挑剔。起来吧。太后开口了，声音平缓，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赐座。我谢恩后，在一个靠后的位置上坐下。殿内的气氛有些凝滞，那些贵妇人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探究、鄙夷和幸灾乐祸。终于，一个穿着宝蓝色被子的夫人开了口，她是太傅的夫人，那个本该嫁给萧决的女子，便是她的女儿。早就听闻靖王府新娶的世子妃是位妙人，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他特意在不同凡响4个字上加重了语气，话里的讥讽不言而喻。我抬起眼看向他，脸上依旧是浅浅的笑意。太傅夫人谬赞了，我不过一介商女，见识浅薄，哪里比为上京中各位姐姐妹妹，自小饱读诗书，知书达理。我自揭其短，反而让他们准备好的一肚子嘲讽都无处发泄。太傅夫人脸色一僵，冷哼了一声，不再说话。这时太后缓缓开了口：哀家听说你很会做生意。来了，正题终于来了。我立刻起身，恭敬地回答：回太后娘娘，臣妇只是自小耳濡目染，懂些皮毛，当不得一个会字。哦。太后拿起手边的一盏茶，轻轻撇了撇浮沫。近来宫中用度日渐紧张，内务府的奴才们总说物价飞涨，哀家听着就头疼。你既是商家出身，不妨给哀家说说，这生意该怎么做才能省钱？这个问题看似平常，实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我说多了是干预宫中内务，是不敬；我说少了是无能，是上不得台面。我若是说的太精明，又会坐实了唯利是图的商人本性。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身上，等着看我出丑。我沉吟片刻，扶了扶身，回太后娘娘，臣妇以为做生意之道不在于省，而在于通。太后的眼中闪过一丝兴趣。何谓通？所谓通，便是货通有无，人尽其才。宫中用度，采买自五湖四海，陆
路途遥远，层层加价，自然昂贵。譬如这西域进贡的香料，到了京城，价格已翻了10倍不止。可西域的商人最缺的却是我们江南的丝绸和瓷器。若是能打通商路，不仅能大大节省开销，更能让我朝的天威远播四海。再譬如宫中绣娘手艺冠绝天下，每年为宫中裁制衣物，总会剩下许多边角料。这些料子在宫里是无用之物，可若是拿到宫外，制成香包、荷包等小物品，却是百姓们争相抢购的稀罕物。如此一来，既不浪费，又能为宫里添一笔进项。这便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我侃侃而谈，将沈家多年经商的经验化作最浅显易懂的道理，娓娓道来。大殿里一片寂静，那些原本准备看我笑话的贵妇人们，此刻都瞪大了眼睛，脸上是掩饰不住的震惊。他们从未想过，一个女人，一个商女，竟然能有如此开阔的眼界和格局。他们平日里讨论的不过是后宅的勾心斗角、拆环首饰，而我谈论的却是利国利民的经济大略。太后手中的茶盏不知何时已经放下，她看着我，眼神复杂，那股高高在上的审视渐渐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正视。许久，她才缓缓点了点头。你说的倒有几分道理，是个聪明的孩子。她顿了顿，语气缓和了许多。罢了，今日也乏了，你跪安吧。是，臣妇告退。我再次行礼，然后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转身退出了慈宁宫。走出宫门的那一刻，午后的阳光照在我的身上，暖洋洋的。我知道这一关我又过了。我不仅没有被他们羞辱，反而用我的实力赢得了最起码的尊重。宫门外那道挺拔的身影一如既往的在等着我。萧绝见我出来，立刻上前。怎么样？他的眼中是毫不掩饰的关切。我对他展颜一笑，灿若春花。我说过，等我的好消息。从宫里回来后，萧绝便将靖王府的钟馗正式交到了我的手上。管家捧着一串沉甸甸的钥匙和几大箱厚厚的账本，恭恭敬敬地送到了我的院子里。世子妃，这是王府各处库房的钥匙，还有近5年的账目，请您过目。从今日起，这王府上下几百口人的一样开销用度，便都由您来掌管了。我点了点头，示意小环将东西收下。有劳王管家了。王管家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几分探究。他是在靖王府待了几10年的老人，见过的风浪比我吃过的盐度多。对于我这个空降而来的新主母，他表面上恭敬，心里未必没有存着几分观望和考验。我明白，想要真正坐稳这个位置，光靠萧绝和靖王的认可是远远不够的。我必须拿出真正的本事，让这些府里的老人精们心服口服。第2日，我便以世子妃的名义召集了府里所有的管事，在正厅议事。这既是任人，也是立威。靖王府家大业大，光是各处的管事就有20-30号人，他们分管着田庄、铺面、采买、厨卫、马厩等等，各司其职。我坐在主位上，下手边放着一摞账本。萧绝没有出席，这是他刻意为之，他想让我自己来处理这一切，建立属于我自己的权威。我环视了一圈底下站着的众人，大部分人都是垂手恭立，神态谦卑，但也有那么1-2个眼神闪烁，站姿随意，显然是没把我这个商女出身的世子妃放在眼里。我没有立刻发作，只是翻开了第1本账册。我初来乍到，对府里的事务还不熟悉，今日请各位来，是想听听大家说说各处的情况。哪位管事愿意先来？众人面面相觑，一时无人应声。过了片刻，一个长着8字胡、身形微胖的中年男人站了出来。他是采买处的总管事，姓刘。启禀世子妃，小的是负责府里采买的刘全。咱们王府人口多，规矩大，每日的吃穿用度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尤其是近来京中物价飞涨，尤其是粮食、布匹这些，更是一天一个价。小的们已经是精打细算，可账上的银子还是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实在是有些吃紧呢。他一边说一边唉声叹气，脸上满是为王府操碎了心的忠诚。其他几个管事也纷纷附和。是啊，世子妃，刘管事说的是实情。如今这日子不好过呀！他们一唱一和，无非是想告诉我2件事：第一，王府开销大，你这个新主子别想从我们这里克扣什么；第二，账目就算有问题，也是因为物价上涨，不是我们的责任。他们以为我一个深闺女子，又是商贾出身，只懂得算计蝇头小利，听了这些话必定会束手无策。我听完他们的话，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只是伸出纤长的手指，在面前的账本上轻轻敲了敲。刘管事，你这份采买账目我昨夜看过了，做的很细致。刘管事一听，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多谢世子妃夸奖，这都是小的分内之事。我冷笑一声，我是说，你这假账做的真是细致。我的话音一落，整个正厅瞬间鸦雀无声，刘管事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世子妃，您这是什么意思？小的不明白。不明白。我将账本往前一推，声音陡然转冷。我来给你解释解释。账上写着，本月初3采买上等猪肉100斤，单价50文。可据我所知，那一日京城最好的猪肉市价也不过45文。你这多出来的5文是进了谁的口袋？
本月初七，采买新鲜荔枝2担，报的是从岭南快马加急运来的贡品。可我怎么听说那一日城西的张屠户家嫁女儿，流水席上摆的也是一模一样的贡品荔枝。还有这笔采买江南的上等绸缎20匹，可送到绣房的却只有18匹，另外2匹是路上被风刮跑了吗？我每说一条，刘管事的脸色就白一分。我说完最后一条，他已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浑身抖如筛糠。世子妃饶命！世子妃饶命啊！大厅里的其他管事也都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温婉柔弱的世子妃，竟然如此雷厉风行，对账目更是了如指掌，仿佛亲眼所见。我没有理会地上求饶的刘管事，目光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那些原本还心存侥幸的人，此刻都低下了头，不敢与我对视。我沈月虽然出身商贾，但我们沈家做生意讲究的是一个信字。我不管你们以前是怎么做的，但在我手底下只有2条规矩：第一，用心办事，办好了有赏，府中将设立奖惩机制，年底核算，业绩优异者赏银翻倍；第二，谁要是敢把手伸到王府的口袋里，中饱私囊。我的目光落在了刘管事的身上，声音冷若冰霜，那就要看看你的手够不够硬。来人！门外立刻走进2名身强体壮的侍卫，将刘全拖下去，摊没的银两3倍追回，追不回的就用他名下的田产铺子抵，然后打断他的手，扔出王府。是。侍卫架起瘫软如泥的刘全就往外拖，刘全的哭喊求饶声响彻了整个前厅，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惊胆战，杀鸡儆猴，效果显著。我看着底下战战兢兢的众人，语气缓和了一些。我知道各位都是王府的老人了，为王府操劳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只要你们安分守己，尽忠职守，我沈月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从下个月起，府中所有下人的月钱上调1成，凡家中有困难者，可向账房直取，年底再还，不计利息。打1巴掌，再给1颗甜枣，恩威并施才是御下之道。果然，此言一出，底下众人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都露出了又惊又喜的表情，他们纷纷跪下。多谢世子妃，我等誓死效忠世子妃，效忠王府。声音整齐划一，发自肺腑。我挥了挥手，都起来吧，各自的账目拿回去，重新做一份干净的，明日此时再交给我。是。众人如蒙大赦，纷纷退下。偌大的正厅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端起手边的茶，轻轻抿了一口，茶水温热，刚刚好。我知道，从今天起，这晋王府的内宅才算真正落入了我的手中。屏风后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萧决缓缓走了出来，他的脸上带着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柔和了欣赏、惊讶与笑意的复杂神情。我的世子妃真是让我刮目相看。萧决走到我的面前，很自然地接过了我手中的茶杯，自己饮了一口。他的动作流畅而亲密，仿佛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年的夫妻。我原本还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这群老油条，没想到你3言2语便将他们治得服服帖帖。我看着他，微微一笑。世子爷这是小瞧我了，跟商场上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虎豹比起来，府里这点内斗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我的话语里带着几分伤人的自信和狡黠。萧决听了，忍不住低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很动听，像是冰雪初融时山涧里流淌的清泉。是我小瞧你了。他放下茶杯，握住我的手，眼神认真。沈月，有你真好。这句突如其来的情话让我的心跳漏了一拍，我的脸颊不受控制地泛起了一阵红晕。我有些不自然地想抽回手，他却握得更紧。王府内宅之事你处理得井井有条，我很放心。他话锋一转，说起了正事。但是朝堂上的风浪才刚刚开始，太子那边因为户部侍郎的事损失惨重，最近形势收敛了许多，但这只是暂时的。他就像一条躲在暗处的毒蛇，随时准备给我们致命一击。我点了点头，神色也变得严肃起来。我明白，对付毒蛇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出手之前先一步斩断他的7寸。太子最大的依仗，除了宫中的母族势力，便是他多年来经营的财路。私设盐场只是其中之一，我们必须找到他更多的命脉，然后一击致命。萧决的眼中闪过一丝赞许的光芒。你与我想到一处去了。我的人已经在查了，但太子行事隐秘，许多暗账都藏得极深，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到突破口。我看着他紧锁的眉头，心中一动，或许我可以帮上忙。萧决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你
不错。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直视着他的眼睛。世子爷，你可曾听过天下第一楼？萧绝的眉头挑了挑。自然听过。京城最负盛名的酒楼，一掷千金之地，也是消息最灵通的场所。据说，天下第一楼的背后，是一位神秘的东家，无人知其身份。我微微一笑，笑容里带着几分神秘。那世子爷是否愿意随我去见一见这位神秘的东家？萧绝看着我狡黠的模样，先是一愣，随即恍然大悟，他那双深邃的眼眸里掀起了惊涛骇浪。你，嘘！我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抵在他的唇上。隔墙有耳，今晚3更，后门我等你。说完，我便转身离去，留下萧绝一个人在原地怔愣了许久。是夜，月黑风高，我换上了一身利落的夜行衣，将长发高高竖起。当我来到后门时，萧绝已经等在了那里。他也换了一身便装，少了几分世子的威严，多了几分江湖侠客的潇洒。看到我的装扮，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艳。走吧。我没有多言，率先翻身上马，2匹快马如黑色的闪电，消失在沉沉的夜色中。我们没有去天下第一楼，而是来到了城郊的一处毫不起眼的普通宅院。我推开院门，里面立刻走出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老者一见到我，立刻恭敬地躬身行礼。东家。然后他又看向我身后的萧绝，眼神里带着一丝好奇。这位是自己人。我淡淡的说道。老者立刻会意，不再多问，将我们引进了内堂。萧绝一路沉默，但他那双锐利的眼睛却在不停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能感觉到这座看似普通的宅院里隐藏着数十位气息沉稳的高手，这里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秘密据点。内堂里早已准备好了茶水和点心。我挥退了老者，亲自为萧绝斟上一杯茶。这里是沈家在京城的情报总舵，而我便是天下第一楼真正的东家。我将自己的底牌毫无保留地摊开在了他的面前，这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一场豪赌，赌他值得我托付一切。萧绝端起茶杯，却没有喝，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目光深沉如海。许久，他才缓缓开口：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他的声音里没有质问，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奈和宠溺。我被他的语气逗笑了。世子爷若是想知道，我便一点一点全都告诉你。我从怀中取出一本册子，放在他的面前。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份大礼。萧绝拿起册子，翻开了第1页，只看了一眼，他的瞳孔便猛地收缩。那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的，正是太子一党多年来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的所有证据，从私吞军饷到买官卖官，再到草菅人命，每一条罪状都有详细的时间、地点、人证，甚至还有他们往来的密信拓本。这已经不是一份证据了，这是一把足以将太子彻底拉下马的屠刀。这些，萧绝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含的颤抖。他无法想象我要花费多少心血，动用多少人力物力，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收集到如此详尽的罪证。我说了，这是送你的礼物。我看着他震惊的模样，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能为他分忧，能与他并肩，这种感觉远比赚取万贯家财要让我快乐得多。萧绝合上册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站起身，走到我的面前，一把将我紧紧地拥入怀中。他的怀抱很温暖，很结实，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沈月，他将头埋在我的颈窝，声音沙哑。谢谢你。我靠在他的怀里，听着他有力的心跳，轻声说道：我们是夫妻，不是吗？他闻言身体一僵，随即抱得更紧了。是，我们是夫妻。那一刻，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静静地洒在我们相拥的身上。我知道，我们之间那道无形的墙已经彻底消失了。我们不再仅仅是盟友，我们是彼此的软肋，也是彼此最坚实的铠甲。那一夜，我们之间最后的隔阂，伴随着烛火的摇曳，彻底消融。萧绝紧紧握着那本足以颠覆东宫的册子，眼中翻涌着我从未见过的混杂着震撼、感激与深情的复杂光芒。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但我们都明白，从这一刻起，我们不再仅仅是利益捆绑的盟友，我们是真正的命运与共的夫妻。第二天拂晓，天还未亮，萧绝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王府。他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没有去见靖王。他选择了一个最直接也最冒险的方式，怀揣着那份足以掀起滔天巨浪的罪证，他独自一人叩响了皇宫的侧门，请求密见天子。皇帝的书房、养心殿是整个王朝权力的心脏。当我还在王府里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内宅事务时，萧绝正独自一人面对着那位手握天下人生杀大权的天子。我不知道他们在里面谈了些什么，我只知道那天早上一向准时开始的早朝罕见地推迟了1个时辰，整个京城的官场都为此而感到了几分不同寻常的山雨欲来的气息。萧绝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他的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那双深邃的眼眸却亮得惊人。他没有说面圣的细节，只是告诉我，圣上全都知道了。
皇帝的反应出乎了我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他没有雷霆震怒，没有立刻下旨废除太子。身为帝王，他首先考虑的永远是江山的稳固，废除是动摇国本的大事，稍有不慎便会引起朝堂动荡，甚至藩王异动。所以他选择了一种更稳妥也更狠辣的方式，温水煮青蛙。第二天，第一道圣旨下来了，圣旨的内容是嘉奖靖王镇守北境有功，特许靖王扩充3000亲兵，并掌管京畿防卫营的一半兵权。这道旨意让满朝文武为之侧目，这是何等的天恩！这意味着整个京城的安危有一半都落入了靖王府的手中。明面上是赏赐，暗地里却是皇帝递给靖王府的一把刀，一把随时可以对准东宫的刀。紧接着，第二道圣旨发出，圣上严明国库空虚，要严查全国盐铁税务，并任命了一位以铁面无私、六亲不认而闻名的老御史作为钦差南下巡查。所有人都知道，太子在江南的私设盐场是他最重要的钱袋子，这一招是釜底抽薪。第三道、第四道，一道道看似毫无关联的圣旨从皇宫里接连发出，或罢免一个官员，或提拔一个新人，或开启一项新的国策。每一道旨意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看似轻描淡写，却都准确无误地搁在了太子党羽的身上。不过短短数日，太子经营多年的势力便被这张无形的大网勒得支离破碎。许多他安插在关键位置上的人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就被以各种名义或削职，或贬谪，或直接打入了大牢。东宫一时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我与萧决坐在书房里，分析着这一道道圣旨背后的深意。帝王心术果然深不可测，我忍不住感叹：不费一兵一卒，不见一丝血光，却能于无声处起惊雷，瓦解太子于无形。萧决的眼中也带着几分凝重。圣上这是在给父王，也是在给我弟投名状。他用这些行动告诉我们，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同时也是在考验我们，看我们是否有能力接住他递过来的这把刀。我点了点头。太子不会坐以待毙的，他现在就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被剥夺了爪牙，斩断了退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疯狂的反扑，而他第一个要报复的目标会是谁？我与萧决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同一个答案。我还有我身后的沈家，是我将那份致命的罪证送到了萧决的手上，是沈家的情报网成为了太子覆灭的导火索。在太子看来，我就是那条咬住了他命脉的毒蛇。果然，没过2天，王府的暗卫便传回了消息：东宫之内，太子在自己的寝宫里砸毁了所有能砸的东西。状若疯魔，他猩红着双眼，对自己的心腹下达了命令：给我动用所有的人脉，所有的银子！我要让沈家那个上古贱人家破人亡！我要让他知道，得罪我是什么下场。一场针对我沈家的狂风暴雨即将来临。我站在窗前，看着天边翻涌的乌云，嘴角却勾起了一抹冷笑。林怀瑾的羞辱，我能将错就错，变成一步登天的阶梯；太子的报复，我也同样能让他变成我沈家更上一层楼的东风。你想玩，我便陪你好好玩一场。太子的反击比我预想的来得更快，也更猛烈。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的绞杀。首先发难的是官府，沈家在京城的几十家铺子，一夜之间迎来了个陆衙门的联合检查。税务的说我们偷税漏税，要封账查验；消防的说我们存在隐患，要停业整改；就连管理市容的也跑来说我们的招牌挂得太高，影响了京城风貌。一时间，各种鸡毛蒜皮的由头层出不穷，沈家的生意几乎陷入了瘫痪。紧接着是舆论上的攻击，京城里开始流传起各种对沈家不利的谣言。有人说沈家的米粮里掺了沙子，吃了会生病；有人说沈家的布匹用的是劣质染料，穿了身上会起红疹。更有甚者，编造出我为了嫁入王府，不惜用邪术诅咒太傅千金的恶毒故事。3人成虎，众口铄金，许多不明真相的百姓开始对沈家的商品产生了疑虑和抵触，店铺门前变得门可罗雀。最致命的一击来自市场上，一家名为聚宝阁的商行横空出世，他们售卖的商品无论是丝绸、茶叶还是瓷器，都与我们沈家的主营业务高度重合。最关键的是，他们的价格比我们低了整整3成，这是典型的伤敌1000自损800的打法。他们用雄厚的资本发动了一场惨烈的价格战，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亏损来拖垮我们沈家。面对这3板斧，沈府上下人心惶惶，连一向沉稳的父亲也急得嘴角起了燎泡。月儿，这可如何是好？这分明是有人在背后下死手，要置我们于死地呀！我却端坐在太师椅上，慢条斯理地品着茶。爹，稍安勿躁，脸上没有一丝慌乱。这点小场面还乱不了我们的阵脚。我放下茶杯，眼中闪烁着运筹帷幄的金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太子想玩，我们就陪他玩到底。我的镇定感染了父亲，他的情绪也渐渐平复了下来。我开始发布一道道指令。第一，官府的发难不必理会，他们要查就让他们查，他们要封就让他们封。我倒要看看，没有了我们沈家这京城第一纳税大户，户部的银子还能撑几天。这件事
萧决会处理。果然，不出2日，靖王府的一纸拜帖送入了个家衙门。那些前几日还耀武扬威的官员，第2天就亲自上门撤销了所有禁令，还满脸堆笑的赔礼道歉。萧决的威慑远比任何辩解都来得有效。第二，针对谣言，我们不澄清，只做事。传我的命令，从明日起，沈家所有米铺免费向城中所有平民施粥1月，所有药铺免费为百姓义诊3日。另外，在天下第1楼举办一场百工鉴赏会，邀请全京城的行家和百姓来亲眼见证我们沈家的货品质到底如何。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沈家立足的根本是信誉，是质量，而不是阴谋诡计。我的决定让父亲的眼睛亮了起来，用事实说话，用善举赢回民心，这是最高明也是最有效的公关。第三，至于那个聚宝阁，我嘴角的笑意带上了几分冰冷的寒意。太子以为用银子就能砸死我沈家，他太天真了。传令下去，我们所有的铺子商品价格比聚宝阁再低1成。父亲大惊失色，月儿不可，这是要血亏呀！我摇了摇头，爹，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他想打价格战，我们就奉陪到底。但是我们只卖不进货，同时让我们的商队立刻出发，去江南，去关外，去所有聚宝阁原材料的产地，告诉他们，无论什么价钱，把市面上所有能见到的丝、茶、棉、麻，全部给我买下来，要让那个聚宝阁不出10日就无货可卖。釜底抽薪，断其根源，这才是我真正的杀招。接下来的几天，整个京城的商界都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疯狂。沈家和聚宝阁的价格战打得天昏地暗，百姓们得了实惠，纷纷抢购，两家的货物都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聚宝阁的东家，那位太子的小舅子，一开始还洋洋得意，他以为沈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做最后的挣扎。可是5天之后，他笑不出来了，他发现市面上他竟然连一匹生丝、一斤新茶都买不到了。所有的原材料供应商都告诉他，货已经被沈家提前3个月的价钱全部买断了。聚宝阁这个被太子寄予厚望的商业航母成了一个空架子，没有了货源，他拿什么来跟沈家斗？第10日，聚宝阁在亏空了太子拿出的上百万两白银之后，轰然倒塌，宣布关门。而我们沈家则趁此机会，不仅将所有失去的客户全部赢了回来，更是将商业版图扩大了1倍不止。消息传到东宫，太子当场气得口吐鲜血，昏死了过去。他再一次败给了他眼中那个微不足道的商贾之女，败得一塌糊涂。商业上的惨败彻底摧毁了太子最后的理智，他像一头输光了所有筹码的赌徒，眼中只剩下疯狂的血红。既然文的不行，那就来武的。他动用了自己最后也是最见不得光的一张底牌——暗影卫。这是一支由死士组成的秘密力量，直接听命于太子，专门为他处理一些脏活。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刺杀沈月。这个消息是天下第1楼的探子冒着生命危险从东宫传递出来的。当我看到密信上那简短的几个字时，我的心中没有丝毫畏惧，反而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我将密信递给萧决，他看完之后，那张一向冰封的脸上瞬间布满了森然的杀气，整个书房的温度都仿佛下降了好几度。找死！萧决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彻骨的寒意。我这就带麒麟卫踏平东宫。别冲动！我按住他紧握着佩剑的手，摇了摇头。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贸然行动只会落人口实。太子现在已经是一条疯狗了，我们不能跟他硬碰硬。萧决深吸一口气，那你说怎么办？强行压下心中的杀意。难道就任由他把屠刀架在你的脖子上吗？我看着他眼中的担忧和愤怒，心中一暖。我凑到他的耳边，低声说出了我的计划。他想设局杀我，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为他设下一个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陷阱呢？萧决听完我的计划，眼中的杀气渐渐被一种冰冷的如同猎人般的金光所取代。好，就按你说的办。这一次我们要让他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3日后，靖王府传出消息，世子妃沈月将前往城外50里的普陀寺为靖王府祈福，并为城中百姓分发之前许诺的平安米。消息一出，百姓们纷纷称颂世子妃的仁善。没有人知道，一张针对东宫太子的大网已经悄然张开。出行的那一天，天气阴沉，靖王府的仪仗排出了长长的一列，极尽铺张。我坐在最中间那辆最为华贵的马车里，身上穿着世子妃的诰命服，神情肃穆。车队缓缓驶出京城，向着城外的官道行去，一切都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然而，马车厚重的帘幕之后，
所谓的世子妃，却是一位与我身形酷似的王府死士，而我本人则与萧决一起换上了一身利落的劲装，混在300名伪装成普通护卫的麒麟卫中。我们的目标是官道旁一处名为断魂坡的险要之地，那里地势狭窄，两边是密林，是最佳的伏击地点。我们提前1个时辰到达了断魂坡，悄无声息的潜伏进了2旁的密林之中。我们就像一群耐心的猎人，静静地等待着猎物的出现。53刻，风停了，林中的鸟儿也停止了鸣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肃杀的气息。来了，数十道黑色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从林中窜出，悄无声息地接近了正在通过断魂坡的靖王府车队。他们就是太子的暗影卫，为首一人蒙着面，只露出一双鹰隼般锐利的眼睛。他做了一个手势，瞬间数十支淬了剧毒的弩箭如同密集的雨点射向了车队。有刺客保护世子妃！伪装的护卫们大声呼喊着，拔出刀剑与刺客战作一团，但他们假装不敌，节节败退，很快就被刺客们逼进了中间那辆华贵的马车。为首的刺客眼中闪过一丝残忍的得意，他亲自挥刀一刀劈开了马车的车厢。然而迎接他的不是惊慌失措的沈月，而是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由金刚织成的巨网。巨网当头照下，将他和他身边的几名刺客牢牢地困在了其中。不好，中计了！刺客首领脸色大变，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也就在这时，萧决的声音如同死神的宣判，放箭！从4面8方响起，密林之中箭如雨下，不是普通的箭矢，而是麒麟卫特制的带着倒钩的穿甲箭。惨叫声此起彼伏，那些不可一世的暗影卫在麒麟卫的面前如同待宰的羔羊，毫无还手之力。不过1炷香的时间，战斗便结束了。除了被活捉的几名首领，其余刺客全部当场毙命。萧决一身玄衣，手持长剑，从林中缓缓走出。他走到被困在网中的刺客首领面前，一脚踩在他的脸上，说：“谁派你来的？”那刺客首领倒也硬气，啐了一口血沫：“要杀便杀，从我口中得到1个字。”萧决冷笑一声：“是吗？”他没有再多言，只是从怀中取出了一样东西，丢在了那刺客首领的面前。那是一块刻着他幼子乳名的长命锁。刺客首领看到那块长命锁，整个人如遭雷击，瞬间崩溃了。不要动我的家人！我全都说。他涕泪横流，将太子的所有指令和盘托出，并拿出了太子与他联络的信物，铁证如山。我从暗处走出，来到萧决的身边，我们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冰冷的胜利的寒光。太子完了，这一次神仙也救不了他。我们押解着刺客，没有走密道，而是直接从京城的正门大张旗鼓地回了府。这一路惊动了无数的百姓和官差，所有人都看到了那些被铁链锁着、狼狈不堪的黑衣人，也看到了靖王府麒麟卫那森然的盔甲和冰冷的刀锋。一时间，京城之中流言四起，人人都知道出大事了。回到王府，萧决甚至没有换下那身染血的劲装，他直接带着我和那名人证物证俱全的刺客首领，拿着太子的信物直奔皇宫。靖王爷也早已得到消息，在大殿之外等着我们。他看到我们安然无恙，那张一向严肃的脸上才露出一丝松弛，但他看到那些刺客和证物时，眼中又瞬间燃起了滔天的怒火。好一个太子，竟敢动我靖王府的人！我们没有等候通传，直接闯入了皇帝正在议事的养心殿。当值的太监和侍卫看到靖王爷和萧决那满身的杀气，竟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拦。养心殿内，皇帝正与几位心腹大臣商议着什么，看到我们3人闯入，所有人都愣住了，皇帝的眉头瞬间皱了起来。靖王、萧决，你们这是做什么？成何体统？靖王爷看了一眼萧决，萧决上前一步，单膝跪地，声音却洪亮如钟：“启禀皇上，臣今日是来为我的世子妃讨一个公道。”他说着，将手中的供词和信物高高举过了头顶。东宫太子罔顾国法，不念手足之情，竟派出死士在城外断魂坡公然劫杀靖王府的仪仗，意图刺杀儿臣的妻子，当朝的世子妃沈月。人证物证俱在，请皇上明鉴。此言一出，整个养心殿瞬间落针可闻。那几位心腹大臣一个个面如土色，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刺杀当朝世子妃，这与谋逆何异？皇帝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铁青，他猛地从龙椅上站了起来，胸口剧烈的起伏着。身边的太监总管立刻上前将萧决手中的证物呈了上去。皇帝拿起那份按满了血手印的供词，只看了一眼便气得浑身发抖。他又拿起那块属于太子的独一无二的私密玉佩，那是他亲手赐给太子的，普天之下绝无第二块。好一个真的好儿子！皇帝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愤怒而变得嘶哑，他将手中的供词和玉佩狠狠地砸在了地上。来人，给朕传那个逆子来！很快，太子就被带到了养心殿，他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脸上带着几分疑惑。父皇，您急召儿臣前来，所为何事？
当他看到跪在地上的萧决和我站在一旁，面色冰冷时，他的心中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而当他看到那个被麒麟卫死死按在地上、满脸是血的刺客首领时，他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皇帝抓起桌上的一个砚台，逆子！狠狠地朝太子砸了过去。太子躲闪不及，被砚台砸中了额头，鲜血瞬间就流了下来。他捂着额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父皇息怒，儿臣不知犯了何错。不知。皇帝气得笑了起来。你看看这是谁？皇帝指着地上的刺客首领。再看看这是什么？皇帝又指向地上的那块玉佩。太子看到那块玉佩，整个人如遭雷击，彻底瘫软了下去。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他所有的辩解在这样铁一般的证据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但他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父皇，冤枉啊！这是栽赃，是靖王府的人在陷害儿臣。儿臣与世子妃无冤无仇，为何要派人刺杀他？我冷笑一声，终于开口了。太子殿下，真是贵人多忘事。难道您忘了，您是如何动用官府打压我沈家生意的？难道您忘了，您是如何散布谣言，意图毁我名节的？难道您忘了，您那个聚宝阁是如何在我们沈家的反击下赔得血本无归的？我一个商贾之女，挡了您的财路，断了您的臂膀，您对我自然是恨之入骨，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我的一番话字字诛心，将他所有的动机都剖析得清清楚楚。太子面如死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皇帝看着他这副模样，眼中最后一点父子之情也彻底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无尽的失望和冰冷的杀意。皇帝的声音疲惫而又威严：来人，太子已失德，形同谋逆，即日起废黜太子之位，打入天牢，今后发落。其母族张氏一门削去所有爵位，贬为庶民，3代之内不得入仕。所有东宫属臣一律下狱，严加审问。一道道圣旨从皇帝的口中发出，如同9天之上的雷霆，将曾经不可一世的东宫彻底劈得粉碎。太子瘫在地上，双目无神，口中喃喃自语：不可能，我才是太子，我才是未来的皇帝！他疯了，彻彻底底的疯了。被侍卫拖出养心殿的时候，他忽然看到了我，他那双空洞的眼睛里瞬间燃起了疯狂的怨毒。沈月，你这个贱人，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我看着他，神情没有一丝波澜，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等你能做得成鬼再说。那一刻，养心殿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身上，敬畏、惊叹，还有一丝深深的恐惧。他们知道，从今天起，京城的天真的变了。而我，沈月，这个曾经被他们看不起的商贾之女，已经站在了权力的顶峰，是这个新时代里无人敢轻惹的存在。废太子的消息，如同一场12级的地震，瞬间席卷了整个京城，无数人为此而彻夜难眠。东宫的倒台，比所有人想象中都要快，都要彻底。皇帝的雷霆手段展现出了一位帝王真正的冷酷与决绝。所有与东宫有牵连的官员，无论职位高低，在一夜之间尽数被拿下。抄家的抄家，下狱的下狱，京城的牢房一时间人满为患。曾经门庭若市的府邸，如今被贴上了封条，蛛网丛生，只剩下秋风萧瑟。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靖王府。如今的靖王府门前的车马比以往多了10倍不止，前来拜访的官员几乎要踏破了王府的门槛。所有人都明白，太子倒了，靖王府的声势便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靖王爷是圣上唯一的亲弟弟，靖王世子萧决战功赫赫，又在此次事件中立下不世之功，未来的储君之位几乎是非他莫属。而我沈月，这个靖王府的世子妃，自然也成了众人追捧巴结的对象。各家夫人送来的拜帖和礼物堆满了我的前厅，我却一概不见，将所有礼物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我明白，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低调，越是要谨慎。帝王之心最是难测，今日的恩宠或许就是明日的催命符。靖王府已经站在了风口浪尖，绝不能再有半分行差踏错。我的这份清醒和冷静，让靖王爷和萧决都对我更加高看了一眼。这天晚上，萧决处理完公务，回到了我们的院子。我正在灯下为他缝制一件过冬的披风，烛光将我的侧脸映照得格外柔和。他没有出声，只是静静地站在门口看着我，那双一向冰冷的眼眸里此刻盛满了温柔的几乎要溢出来的光。我察觉到他的目光，抬起头对他笑了笑。回来了。他走到我身边，从背后轻轻地环住了我的腰，将下巴搁在了我的肩膀上。累吗？我摇了摇头，不累，只是觉得像做梦一样。从一个即将被羞辱退婚的商贾之女，到如今的世子妃，这一切不过短短几月，
这不是梦，这是你应得的。他将我抱得更紧了一些。沈月，我以前从不信命，但现在我信了，你就是我的命。他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是上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在我的耳边响起，让我的心也跟着一颤。我放下手中的针线，转过身，面对着他，伸手抚上他那张俊美的如同雕塑般的脸。我也是，萧绝，遇见你，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我们相视而笑，一切尽在不言中。那些惊心动魄的算计，那些你死我活的争斗，在这一刻都化作了眼前的默默温情。我们共同经历过生死，携手走过了风雨，我们的心早已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再也无法分割。过了许久，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林怀瑾，还有那个白薇薇，他们现在如何了？废太子之后，尚书府也彻底倒了。那个曾经才名满京城的林公子，和他那位弱柳扶风的心上人，彻底成了无根的浮萍。提到这两个人，萧绝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屑。林怀瑾在太子被废的那一天就彻底疯了，他如今就在城西的破庙里跟一群乞丐为伍，见人就说自己本该是王府的乘龙快婿，是尚书府的公子，只不过已经没有人信了。萧绝的语气带上几分厌恶。至于白薇薇，她没了依靠，又吃不了苦，为了活下去，主动卖身进了青楼。据说因为有几分才名，倒也成了头牌。只不过他如今的恩客都是些过去他最瞧不上的满身铜锈的商贾，真是莫大的讽刺。一个是金钱为粪土的清高才女，最终却要靠出卖自己来换取那些他最鄙夷的东西；而那个曾经被他和林怀瑾一同践踏在脚下的满身铜锈的商贾之女，如今却成了他们乃至整个京城都必须仰望的存在。命运就是如此的奇妙。我听完，心中没有丝毫波澜。对于这两个早已被我抛在脑后的人，我连一丝幸灾乐祸的情绪都提不起来了，因为我们早已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悲惨与我无关，我的荣光他们也再无资格触碰。我重新拿起针线，继续为萧绝缝制那件披风。天凉了，这件披风我加了最暖的狐裘，你以后上朝就不会冷了。好。他应了一声，将我抱得更紧。窗外月华如水，屋内红烛摇曳，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便是我曾经最渴望的幸福。如今我终于得到了。太子的倒台在朝堂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储君之位悬空，引得暗流涌动。剩下的几位成年皇子都开始摩拳擦掌，蠢蠢欲动。他们各自在朝中都有着自己的势力和支持者。一时间，京城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所有人的目光都若有若无地聚焦在了靖王府的身上。所有人都想知道，在这场夺嫡之战中，手握重兵、胜券正浓的靖王府会选择站在哪一边，或者说靖王世子萧绝是否会亲自下场争夺那个近在咫尺的至尊之位。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靖王府选择了沉默，靖王爷称病不再上朝，萧绝也交出了荆棘防卫营的兵权，只保留了自己原本的军职。我们闭门谢客，不与任何皇子结交，也不参与任何朝堂纷争。我们的态度让所有人都看不懂了，只有我自己和萧绝明白，这是最好的选择。皇帝正值壮年，身体康健，他可以废掉一个太子，就可以废掉第二个。他最忌讳的就是皇子结党营私，觊觎皇权。靖王府如今的权势已经达到了顶峰，若是再表现出对皇位的野心，只会引来帝王的猜忌和打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藏锋守拙，以退为进，才是真正的为君之道。我们的退让让皇帝非常满意，他不仅没有收回对靖王府的恩宠，反而更加信任我们。朝中的大小事务，他总会派人来私下里征询靖王爷和萧绝的意见。靖王府虽然远离了朝堂的漩涡，却以一种更超然的方式影响着整个大局的走向，而我则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另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那就是发展我的商业帝国。在扳倒了太子之后，沈家的生意已经再无任何阻碍。我利用靖王府的权势和天下第一楼的情报网，将生意做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开设了钱庄，发行了银票，让货物的流通变得更加便捷。我们建立了船队，打通了海上的商路，将大夏的丝绸和瓷器卖到了遥远的海外。我们还与北境的游牧民族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关系，用茶叶和食盐换取他们优良的战马和皮毛。我的商业版图越来越大，沈家也从一个皇商变成了一个富可敌国，甚至能影响国计民生的商业巨擘。我赚取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是民心，是影响力。我用赚来的钱在各地修建义学，让贫苦的孩子也能有书可读。我开设善堂，收养孤儿，救济寡母。我还在灾年开仓放粮，稳定物价，救活了无数的百姓。沈善人的名号开始在民间流传，我的声望甚至在某些地方超过了当地的官员。这一切
自然也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忌惮我，反而对我大加赞赏，因为他知道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为他的江山添砖加瓦。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在于兵强马壮，更在于国富民安，而我正在用我自己的方式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这一日，萧绝从外面回来，脸上带着一丝神秘的笑容，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递到我的面前，那是一道明黄色的圣旨。我疑惑地打开，只见上面写着：兹闻晋王世子妃沈氏，淑慎性诚，勤勉柔顺，有安邦之才，丽月之心，特封为一品护国夫人。钦此。一品护国夫人，这是本朝女子所能获得的最高封号，甚至可以参与朝政，拥有自己的封地和食邑。我拿着那道圣旨，一时间竟有些说不出话来。我从未想过，我一个商贾之女，有朝一日竟能获得如此殊荣。这是黄伯父对你的肯定。萧绝握住我的手，眼中满是骄傲。他说：“我大夏能有你这样的奇女子，是国之幸，民之幸。”他还说，让你有空多进宫走动走动，陪太后聊聊天，也顺便帮他看看内务府的账本。我听了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位皇帝陛下还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给我一个封号就想让我免费为他当一个财务总管。好，我笑着收起了圣旨。既然是护国夫人，那为国分忧也是理所应当的。我们相视而笑，阳光透过窗棂照在我们的身上，温暖而明亮。我知道属于我的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附于男人生存的后宅女子，我也不再是那个只懂得赚钱的商人。我是沈月，是大夏王朝独一无二的一品护国夫人。我的未来将是星辰大海，我将与我的爱人一起站在这权力的顶峰，看见这世间的万千风景。而这一切的开端，不过是源于一场啼笑皆非的错换花轿。人生真是奇妙，我以为废太子之后等待我们的会是许久的平静，但权力的更迭往往伴随着最猛烈的风暴。大夏王朝内部的动荡被北方的狼嗅到了血腥的气味。在我受封护国夫人的第2个月，北境传来800里加急军报，蛮族集结了20万铁骑，撕毁了和平协议，悍然南下，边关重镇，1日之内连失3城，守将战死，百姓流离，烽烟四起，举国震动。早朝之上，气氛凝重的几乎能滴出水来。主战、主和2种声音在金銮殿上吵得不可开交。主和派的官员认为国库空虚，太子案又牵连甚广，朝局不稳，不宜妄动刀兵。他们主张割地赔款，以求一时的安宁。而主战派的武将们则个个义愤填膺，请求陛下发兵，将蛮族侵略者赶出大夏的疆土。龙椅上的皇帝眉头紧锁，脸色阴沉。他何尝不想战？但他比谁都清楚国库的真实情况。连年的天灾，加上太子一党的贪腐和挥霍，早已将这个国家的家底掏空了大半。打仗打的就是银子，打的就是粮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足够的钱粮，拿什么去支撑一场数十万人的大战？就在朝堂争论不休之时，一直沉默的萧绝出列了。他身着银色铠甲，身姿挺拔如枪。陛下，臣请战。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带着金戈铁马的肃杀和不容置疑的决绝。金銮殿上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皇帝看着他，眼中是欣慰，也是担忧。绝儿，你有把握吗？臣有。萧绝的回答斩钉截铁。北境是臣戍守多年的地方，对于蛮族的战法，臣了如指掌。请陛下给臣10万兵马，3个月内，臣必将蛮族逐开关外。若有失言，臣愿提头来见。他的话掷地有声，振奋了所有主战派将领的心。皇帝看着他坚定的眼神，终于下定了决心。好，朕就封你为征北大元帅，总领3军，即日出征。朕在京城等你的捷报。臣领旨。萧绝单膝跪地，接过了那沉甸甸的帅印。消息传回晋王府时，我正在清点这个月的账目。我没有闹，也没有慌乱。我知道这是他的使命，也是他的荣耀。他是天生的战神，战场才是他真正的归宿。我只是放下了手中的账本，亲自走进厨房，为他准备行囊，为他擦拭那把跟随他多年的饮血无数的佩剑。是夜月凉如水。他从军营回来，身上还带着操练兵马的风尘。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我。我能感觉到他身体里那股压抑着的即将喷薄而出的战意，也能感觉到他对我的深深的不舍。他转过身扶着我说：“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自己。”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我点了点头，转过身替他整理着有些凌乱的衣襟。你也是，战场之上刀剑无眼，一定要保重自己。我等你回来。好。他深深地看着我，仿佛要将我的模样刻
刻进灵魂里。第2日，大军开拔，我没有去城门相送，我只是站在王府最高的阁楼上，远远地看着那只黑色的洪流向着北方的地平线滚滚而去。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们又要开始一场新的战斗。他在前方浴血拼杀，而我则要在后方为他守住这偌大的家国。朝堂之上，为了军饷和粮草的问题再次吵翻了天。户部尚书哭着喊着说，国库里已经拿不出1两银子了。兵部尚书急得满头大汗，说没有粮草，前线的将士们就要饿着肚子打仗。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我递上了我的拜帖，我大夏一品护国夫人沈月请求面圣。穿着一品诰命服，我走上了那座我曾经只在远处仰望过的金銮殿。我站在大殿中央，面对着满朝文武和龙椅之上的天子，我的声音清脆而坚定。启禀陛下，夫君在前线为国征战，臣妇身为护国夫人，自当为国分忧。此战所需的一应粮草、军饷、药材、冬衣，我顿了顿，凡事全场，我沈家一力承担，不需国库拿出1文钱。话音落下，满朝皆惊。我的话如同一块巨石投入了死水一般的金銮殿，激起了千层巨浪。满朝文武都用一种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场数十万人的大战所耗费的钱粮是一个天文数字，足以让一个中等国家直接破产。而我，一个女子，一个商人，竟然敢夸下如此海口，说要以一己之力承担全部的军费，这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户部尚书第一个站了出来，他看着我，满脸的不信。护国夫人，您可知这并非儿戏？10万大军，每日人吃马咬，就是一座金山。更不用说兵器损耗、伤员抚恤、战功奖赏，这笔开销就算掏空了整个沈家，恐怕也……我没有等他说完，便打断了他。尚书大人多虑了。我从袖中取出一本早已准备好的册子，递给身旁的太监。这是我沈家目前可以调动的全部资产清单，包括各地钱庄的存银、粮仓的存粮，以及海外贸易的预期收益，请陛下与各位大人过目。太监将册子呈到了龙椅之上，皇帝将信将疑地翻开，只看了一眼，他的呼吸便猛地一滞，他那双见惯了风浪的眼睛里掀起了惊涛骇浪。他将册子递给身边的大臣们传阅，每一个人看过之后，脸上的表情都从怀疑变成了震惊，再从震惊变成了难以置信的骇然。册子上记录的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对一个商贾之家的想象，那一个个惊人的数字足以让整个大夏王朝的国库都相形见绌。这怎么可能？户部尚书的声音都在发抖。大人或许不知道，我淡淡一笑，声音里是绝对的自信。当你们的目光还局限在这1亩3分地的时候，我沈家的商船已经满载着丝绸和瓷器，去往了海外的30多个国家。我们用你们眼中不值钱的茶叶和咸盐，从北方蛮族的手中换来了成千上万匹最精良的战马。我们开设的钱庄遍布大夏的每一个州府，我们发行的银票甚至比朝廷的官银更受百姓的信赖。商业的力量远比各位大人想象的要强大得多，而今日我愿将这股力量全部献给这个国家，只为我夫君在前线能无后顾之忧，只为我大夏的将士能吃饱穿暖，奋勇杀敌。我的话掷地有声，整个金銮殿鸦雀无声。那些曾经看不起我商贾出身的官员们，此刻都低下了头，他们的脸上是羞愧，是震撼，也是敬畏。他们终于明白，我这个护国夫人靠的从来都不是靖王府的权势，而是我自身那足以撼动一个国家的力量。龙椅上的皇帝站了起来，他走下台阶，亲自来到我的面前。他看着我，眼神无比复杂，有震惊，有欣赏，更有深深的感激。好一个护国夫人！朕替前线的10万将士，替大夏的亿万黎民，谢过你了。他竟对着我微微躬身，行了一个半礼。我连忙侧身避开。陛下，臣妇不敢当。那一刻，我与他达成了一种无声的默契。这是臣妇分内之事，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国家。从那一天起，整个大夏王朝都变成了一台为战争服务的高速运转的精密机器，而我就是这台机器的总调度。我的命令从京城发出，通过天下第1楼的情报网，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到全国各地。无数的粮草从江南的粮仓被紧急调集，没有走朝廷缓慢的漕运，而是通过我沈家快捷高效的商队，日夜兼程，源源不断的送往前线。无数的银两从各地的钱庄汇集到京城，我用这些钱购买了最好的药材，打造了最精良的兵器，许诺了最丰厚的抚恤。我甚至动用了我的海外关系，从遥远的西方国度高价购入了一批他们最新研制出的威力巨大的火炮。当我将这些黑黝黝的大家伙送到萧决的军中时，远在北境的他
沉默了许久，他只托人给我带回来一句话：无期沈月真乃国士无双。而我也通过情报网时时刻刻关注着前线的战况，我能知道他今天打了什么样的胜仗，我能知道他今天吃了什么饭菜，我甚至能知道他今天晚上有没有像我想他一样想着我。我们的心隔着千山万水，却紧紧的连在了一起。战争并没有像所有人预想的那样拖上几年，仅仅2个月，在粮草充足、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夏军面前，在萧决那神出鬼没的战术之下，在那种闻所未闻的能喷出火球的神器面前，蛮族的20万铁骑被打得溃不成军，丢盔弃甲，主帅被生擒，王庭被攻破，他们被迫签下了100年来最屈辱的称臣纳贡的条约。消息传回京城，万民欢腾，举国同庆，而我只是站在阁楼上看着北方的天空。我知道我的英雄，我的夫君，他要回来了。萧决班师回朝的那天，天子亲率百官出城10里相迎，那是我此生见过的最盛大的场面。数十万百姓自发地涌上街头，他们手捧着鲜花和果品，夹道欢迎着得胜归来的英雄。当萧决骑着那匹神骏的白马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京城。他身后的将士们虽然衣甲染尘，面带疲惫，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骄傲。他们的目光都在寻找着人群中的亲人，而萧决的目光从一开始就穿过了千山万水，越过了人山人海，牢牢地锁定在了我的身上。我站在城楼之上，穿着那身他最喜欢的水蓝色长裙，没有穿繁复的诰命服。今日我不是什么护国夫人，我只是一个等待着丈夫归来的普通的妻子。我们四目相对，千言万语都化作了彼此眼中的一抹微笑。皇帝亲自为他牵马入城，将他迎上了金銮殿。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皇帝拉着他的手，说出了那句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的话：决儿，你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有你在，朕心甚慰。朕亦立你为太子，择日昭告天下。朕100年之后，这大夏的万里江山便交给你了。此言一出，百官跪服。陛下圣明。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敢反对。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如今的萧决战功盖世，民心所向，背后又有富可敌国的沈家和权势滔天的晋王府。他成为太子是众望所归，是天命所系。萧决谢恩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府庆祝，也不是接受百官的道贺，他穿过人群，一步一步走上了我所在的城楼。他在万众瞩目之下单膝跪在了我的面前。他从怀中取出了一样东西，那不是什么金银珠宝，而是他在北京的雪山上亲手为我采摘的一朵晶莹剔透的雪莲。月儿，没有你，便没有这场大胜。没有你，便没有今日的我。这万里江山，是你我共同打下的。从今往后，我愿与你共享这万世荣光。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我扶起他，紧紧地抱住了他。城楼之下再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他们欢呼的是他们的新太子，更是他们的太子妃。3年后，皇帝退位，成为太上皇，萧决登基，改元永安，我成为了大夏王朝有史以来第一位出身商贾的皇后。我没有像历代的皇后一样被困于深宫，萧决给了我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权利，我依然掌管着我的商业帝国。我设立了女子学堂，鼓励女子读书识字，学习技艺。我改革了税法，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在我们的共同治理下，大夏王朝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的黄金时代，百姓安居乐业，四海万国来朝。我为他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太子像他沉稳睿智，小小年纪便有风范；公主像我古灵精怪，尤其对算账和做生意有着惊人的天赋。一个寻常的午后，我带着孩子们在御花园里放风筝，萧决处理完政务也来到了我们身边，他很自然地从我手中接过了风筝线，一家人笑语晏晏，其乐融融。就在这时，我远远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个穿着太监服正在打扫落叶的苍老而又佝偻的身影，是林怀瑾。当年他疯了之后在街头乞讨，不知为何竟被人送进了宫里，当了最下等的禁军太监。他似乎也看到了我们，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是深深的无法言说的悔恨和痛苦。他看着我身边的萧决，看着我怀里的孩子，看着我们一家人脸上幸福的笑容，他看着这片本该有他一席之地的无上荣光。他终于再也支撑不住，捂着脸发出了野兽般压抑而又绝望的呜咽。我收回了目光，心中没有一丝波澜。萧决握住了我的手。在看什么？我摇了摇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笑了。没什么，只是在想当年那顶错换的花轿，或许是我这一生中上的最对的一顶轿子。他闻言也笑了，他低下头，在我的额头上印下了一个温柔的吻。我也是。阳光穿过树梢，在我们身上洒下了金色的光斑。岁月静好，一世安稳，这便是我们最好的结局。